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老物的玩具，这一款是来自2007年的真人电影玩具线的一个系列里边的火种源之力这里边我记得有4款冲突都是 C 版的玩具的冲突放到了这个07年的玩具线里面就是组成了一个火种源之力系列这是其中的一款挡泥板这也是 C 版的挡泥板的冲突。我记得 C 版应该是个蓝颜色就是这个吊车这个模具也是属于微级别。依旧是我入坑的时候想买的一个玩具，但是也是跟之前咱们分享的一些玩具包括那个坠火也是也是我当时想买的一个玩具，但是我并不认识它是谁，因为刚入坑的时候想 AC 这些动画没有追，也不知道，就只是单纯看这个形状还可以，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呢，说是想给它买下来，因为看这个载具形态我是很喜欢的包括这个大的非常长的一个吊臂包括这个还有这个驾驶的刻画等等包括这个整个的车型非常长挺漂亮，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想买下来，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就是想着想着就把这事儿都给想忘了所以到最后这个也没买一直到我出坑也没有买，所以就是多年之后呢又能有这个机会呢来把玩来填补这个当时的遗憾这算是一件幸事。但是比较可惜这款呢弹射子弹都有这一款基本上就是没有钥匙，所以说今天依旧还得借来这个坠火的这个钥匙继续给它插到这些机关上面。它双手都有机关，那个手是插进去能量钥匙是可以把那个后边的这个弹射子弹带这个炮是可以弹出来，然后这边呢是这个吊臂里插进去之后会伸出来一把刀非常长的一把刀。所以呢咱们现在看一看这边这个应该是真实的机械的载具的一个涂装黄颜色带黑色条纹的这一种，它的这个插的触发的机关是在这边在这里看看对，是在这里，把它插进去呢怼进去，这个炮它就会弹出来。但是很可惜的一点是什么？这个弹射子弹我搞了半天也搞不出来，可能时间太长了，是碾死在里边的，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这块有这个触发的这个弹射的这个开关，但是子弹始终出不来，所以就这样吧。我也最后索性就不搞了。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吊臂非常长的这个吊臂，这个吊臂我载具现在还能立起来很高然后呢，这个地方插这个能量钥匙，看看是怎么要把它插里边看看是应该是这样插进去吧。反正这应该是一个插钥匙的一个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插不进去不知道，咱们一会儿载具前再看吧，应该是能够插进去的咱们一会儿再说。这款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变形非常好玩这个吊臂你可以给它转到后边去
因为很长，可以给它立在身后啊，放到这后边也可以啊。这个整体的变形啊，这思路其实就是，有时候总说的老物啊，就是这个官方很喜欢用的一个结构，就是开胯。看这个地方，把这个胯从中间一分为二，把它分开之后啊，作为一个变形。这个开胯的变形，很多的时候是用在 BW 的玩具上比较多啊。当时其实还有一个言论，就是说啊，这个开胯的结构是 BW 玩具的独享啊。但是其实很多官方的老玩具都会用到这个开胯的这个结构啊。这款也是，因为它要变成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吊臂的一个卡车，所以说它运用了这个开胯，把整个的人形胳膊往上挑，然后把这个胯翻开，把两个腿再往上挑，两个胳膊两个这样打平，就变成非常长的一个车身。然后这个后边的驾驶室连吊臂前面的这个地方一旋转，胳膊加两个跟腿加一双平行，这么一收纳之后，后背的这一块的类似于背包这个地方是中间的轮胎，旋转90度往下一包，基本上这个结构就出来了。所以说变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我讲解的半天，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懵啊，不知道是从哪下手。咱们现在正好呢，趁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把它变一下啊。首先第一步咱们要做的呢，是把这块打开，哎，头雕这里咱们要给它翻进去啊。后边的背包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这样折90度，它有一个卡点，这块折过来，咔嗒有一个卡点，就这样包过来啊。然后呢，顺着这个思路啊，咱们先把吊臂给它立起来啊。咱们顺着这个思路给它怎么变呢？啊，手臂先摊平，转过来，然后这个地方跟这里啊，这个地方有个豁口，正好跟这个凸是能对上的啊。这块的板件是一个挡肉件啊，然后这边依旧是啊，翻过来，依旧是跟这边的一个凸槽作为一个结合，然后这是车的这面的侧面就搞定了啊。你看这块再盖过来啊，基本上就是这么意思。然后剩下的地方就是把这个胯的这个地方打开，脚底板收进去啊。然后呢，这个胯给它打上来，同时你看车轮也不在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说后边该怎么办？把这个地方的车轮给它转到这边，然后依旧是看这个地方有豁口，跟这个地方的凸放一起，然后脚底板这块把它打横，看到了？这边有凸和凹的结合啊，胳膊腿给它组成了车的车头。然后这个时候它的驾驶室的位置不对，把它拉下来，它里面有一个双关节，里边也有凸和凹。然后把双关节压死，座椅的刻画啊，这一块很明显吧。然后这个腿也是啊，转过来的同时记得啊，把这块转过去，腿缩短，这一块的凸槽放到一起
然后这个脚底板整体扣过来，好，然后炮不算炮塔，这个吊臂这个地方啊，当然这个卡扣比较松啊，这个双关节啊，咱们给它倒过来，依旧是再给它压过来，底下这个非常粗的这个桩子，咱们把它盖上，算是合并。然后看看这些位置，卡扣的位点是不是合并上？这边把它一盖，然后呢，这个炮的这个地方呢，咱们就可以再给它放回来，吊臂给它放到这儿啊，然后看看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用这个钥匙触发一下啊！为什么我插不进去呢？应该是这样，直接给它怼进去就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它这一款的钥匙是不是特殊的样子啊？这个跟这个不匹配是怎么回事啊？那挺可惜，这个钥匙怼不进去啊。这样吧，它其实做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它就是为了把这个吊臂拉长啊，拉长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臂刀，就等于是在里面是这样式的啊，然后把这个白色的这个地方呢往前推到头的同时，这个吊臂伸长之后，它会弹出来一把非常长的一把刀，这是人形态的武器啊。然后呢，咱们把它收回去啊。收回去，它里面还有一个胆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吊臂的一个模式，非常长啊，这个吊臂。然后呢，长的这个液压，液压杆，这是当年的玩具啊，这个联动啊，根部底下还有齿轮，所以这就是05年的玩具，然后到07年重涂成这个黄颜色的真实的机械载具形态的这个配色的时候，又给你放到了真电影这个玩具线，又给你再重新出。所以为什么我当时看这个玩具的时候就非常的中毒，就在这儿了啊！你包括这个载具摆在这啊，真的，你对于如果你很喜欢这种机械的这个载具的人来说啊，其实还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包括我就是啊。这个载具当时我看第一眼就非常的喜欢啊，非常非常的中意，所以说当时的想法也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想给它拥有到我的收藏里边啊，所以一直很强烈。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情绪最后强烈到最后都淡忘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常态啊。包括车头这个地方，看还可以有一个这个吊臂伸长之后，它有一个放的一个类似于这么一个区域吧，就是可以把这个吊臂拉长，这么去收纳之后的一个样子啊，基本上就可以成这个样子。这个车说实话啊，用的这个结构啊，把人打横啊之后，这个结构用2片往上一包啊，12个轮胎啊，每个轮胎上都有这个铆钉，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开胯的这个变形的结构，最后处理到载具形态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我还一直在说92年的一个细节，看里面的驾驶室啊，包括方向盘都有刻画，座椅
这个地方都是有刻画的，包括后边的这个吊臂的驾驶室啊，这个地方也是有这个座椅啊、档位啊、操作盘这个地方的一个刻画都有。所以说这款玩具真的非常的赞啊，就是整体的玩具设计到最后的模具啊，到最后成型再到变形等等一体的这么一个整个模具的完成度非常高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说老物的玩具精良？老物的玩具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设计的很全面啊，设计的各个方面，就除了美型和可动差一些之外，其实它设计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全面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考虑的第一点，老物考虑的第一点就是好玩，第二个就是在好玩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机关，包括这些弹射啊等等、联动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细节。包括这些压杆啊，包括这个电线这个刻画，后边的这个整个的驾驶室里边的细节刻画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占比例是比现在玩具占的要高的。现在的比例，现在的玩具占比最多的就是两个形态的其中一个形态要帅，这些大部分集中在人形。当年其实人形就是能够一眼看得帅的并不是很多，它是综合方面的一个去考量啊，去把这个玩具去最终设计出来啊。变形金刚的内核，一直我就在强调的一点就是它是非常的好玩，非常的开脑洞，设计上结构非常巧妙，这一点是变形金刚的内在的一个核心啊。而现在转移了这么多年之后，变形金刚的内在核心是好看啊，并不是把设计放到第一位了。所以说以我吧，从那个时期过来的玩家来说，其实我对于这些非常好玩的变形金刚的玩具是非常在意的，尤其是眼前这一款。当然，当年还有其他很多别的玩具啊，也非常的好玩。所以说，在这些好玩的这些玩具里边，其实我个人要是对变形金刚的理解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能让我在把玩的乐趣当中啊，有增加一些对于其他方面的认知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个了解啊。所以说，不说多升华当年的老物吧，就是说它在一定的概念和一定的这个意义当中，老物的占比例是比较大的，而现在的玩具的占比例只是帅是一辈子的，这是所谓的一句啊，流传很久的一句话啊。所以说，可能时代不同了吧，可能时间也不同了，变形金刚的侧重点也不同了，但是我的侧重点依旧是很老的一个概念，就是好玩，这是必须的一点。变形金刚在我这必须要好玩，不好玩的话啊，包括做工质量也得到位，这三点没有达到的话，那你一切都是空谈。好吧，那么这款挡泥板咱们就分享到这儿。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